炽天使为什么集体叛变？弹剑岛神秘第三方势力。大家好，我是卓尔本。当尾田拿出这张弹剑岛实验室结构图的时候，我意识到事情变得不简单了。上一次见到结构图，还在鬼岛决战时，最后分出了多少条战线，大家应该还有点阴影。不愧是建筑系出身，在抠建筑物细节这方面，尾田真的不忘初心。1072话中被炽天使切断的主塔，以及屋顶两处破口都被画上了。那么现在整座研究所剩下的部分，就是 A 栋1到4层、C 栋和 B 栋的1到2层，以及 C 栋部分3层。按照各个小队遇到的情况来看，每个功能区应该是这样的：天才科学家的研究所涵盖了武器、材料、医学等等科技，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完全不是凯撒那种臭鱼烂虾可以比拟的。别看1075话分出了这么多条线，其实这一话剧情是比较简单的，聚焦在研究所目前的危机。之前一直潜伏在弹剑岛上的敌人，终于进一步动手了。摄像头损毁，通讯器中断，炽天使作乱，一招比一招致命。在上周的分析里，我们的结论就是，如果边界穹顶失控导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都在那位神秘人的意料之中，那么他的真正目的应该就是为了把贝加庞克和他的分身们消灭在这里，不让他们离开实验层。本话中，世嘉也是做出了这个判断，并且带头攻击的也确实是炽天使。联系本话前后的剧情，基本可以确定，上一话攻击毕达哥拉斯的人就是炽天使 S12，他也符合穿盾靴子这个线索。小汉库克的身高无法触碰到天花板上的电话虫，所以他在人影里是一个抬起手掌的模样，其实是抬手发射了一发激光，因此再次引发爆炸。1075话虽然看起来分了很多个场景，但故事都是同时进行的。所以爆炸过后没多久，乌索普一组就到达了，接上了后面的故事，才公开了炽天使作乱的事实。那么问题来了，真凶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能控制炽天使？又为什么一定要消灭贝加庞克呢？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关于炽天使的控制权，司徒西曾经详细解释过，和平主义者有着明确的等级压制，高等级可以覆盖低等级的指令，并且指令只能单面下达，无法通过电话虫等远程手段进行指挥。后来在1073话又补上了一个设定，同等级的权限无法覆盖对方的命令，说在本话中，莉莉丝、毕达哥拉斯、世嘉尝试命令炽天使，却都无法生效。这一点说明了，当前给炽天使下令的人，只有可能是贝加庞克本体、6个分身以及乌老星。而炽天使在1073话战斗结束时，全部停在了研究所门口，再次出现时，已经是在研究所内各个楼层。S 鹰和 S 熊去 A 栋4层的控制室，S 蛇去了 C 栋3层，S 沙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去了 B 栋。也就是说，从司徒西击败陆奇到草帽一伙在控制室汇合这段时间内，就是神秘人对炽天使下达命令的时间，刚好是有威胁的敌人刚刚被击败，大家比较松懈的时候。再来看这次的作案手段，除了命令炽天使攻击研究所内的人，神秘人还破坏了研究所内的摄像头和通讯系统。这里有个细节，一开始破坏毕达哥拉斯那个位置的电话虫时，产生了大爆炸，画面中有个浓烟的镜头，随后才是完全失去画面。但后来世嘉展示给路飞看时，画面消失变得迅速很多，也没有再发生爆炸，说明是用了更巧妙的手段让电话虫失效了。更奇怪的是，这些电话虫分布在研究所内不同位置，可是却能在短时间内陆续失效。凶手似乎有非常快的速度，或者是有同伙，比如指挥炽天使沿路不断破坏摄像头，就能达成奇袭的目的。而切断通讯的影响，无非是为了把每个小队隔开，各自遇到危险时不能及时联络，使得对方有机会逐个击破。同时因为无法了解其他人的情况，在面对无法控制的炽天使时，分身们还有可能对同伴产生怀疑，削弱战力，是一个阴险的策略。但既然用到了这种策略，也说明对方不敢正面对抗草帽一伙和贝加庞克，只能将他们分散来提高成功率。贝加庞克的意外失踪可以说是正中下怀，给了草帽一伙分散开的理由。那么简单回顾一下1075话出现的新线索，这个神秘人具备以下几个特点：有炽天使控制权限且不低于贝加庞克，他并没有碾压性的战斗力，他对研究所很熟悉，而且熟悉信息战，知道弱点在哪里。带着这些新老线索，我们再来逐个排查嫌疑人。争议最多的自然是贝加庞克的分身们，本话中他们的表现也延伸出了各种神奇的脑洞，比如约克故意被炽天使石化是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又比如安迪生是最后接触炽天使的人，应该是他下达了命令，还有第一个遭到攻击的毕达哥拉斯是用的苦肉计等等。倒是之前呼声最高的世嘉，因为本话中的一系列表现，嫌疑变低了不少。应该说这些猜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故事走向，只是没有太多根据支撑。海贼王虽然不像严谨的侦探番，也谈不上本格推理，但是人物行为还是要讲究动机。这个神秘人大费周章，将所有人困在穹顶内，打算消灭掉贝加庞克。如果他真的是其中一个分身，对他有什么意义吗？要知道贝加庞克的分身都是他本人人格的一部分，这应该是利用的脑脑果实的神奇力量制造出来的。并且从阿特拉斯的例子来看，人造器官技术可以让分身们在遭到损坏时快速修复。要彻底消灭他们并不是易事，有可能要将本体连同分身一起消灭，才能彻底干掉贝加庞克。本体死亡的时候，人格分身们大概率也会跟着消亡，所以贝加庞克的本体和分身应该无论什么时候都有着相同的利益，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再来看另一大嫌疑人吴老星，吴老星之一的萨坦目前正在还原的军舰中，即将到达弹剑岛。吴老星拥有和平主义者的最高权限，如果是吴老星下达了命令，那么贝加庞克的分身们自然就无法修改。
但前提是萨坦拥有某种力量，能够瞬移到实验森，并且突破边界穹顶。这种能力贝加庞克倒是使用过，但是他在路飞面前就表演了一次空间传送，很快就回到了研究所。弗兰杰的那句感叹也验证了时间非常短。贝加庞克至今没有解释这项技术，也许跟恶魔果实的力量有关也说不定。但至少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要瞬移进研究所还是有方式的。不过我们并不能确定五老星萨坦也有这个能力，而且即便萨坦拥有类似的能力，后面也有许多情节充满矛盾。首先以他的身份独自进入战场前线对抗4王团清理贝加庞克，看起来很不可思议。其次，大费周章的摧毁摄像头、中断联络，以及更早之前关闭边界穹顶的动作，种种小偷小摸的行为，完全不像世界最高权力的作风。武田应该不至于将人物的人设颠覆，而且还是这么关键的人物。最后再来看贝加庞克本人，仅从权限的角度来说，贝加庞克也是可以给炽天使下达命令的人。他本人当然没有理由去攻击自己的分身和草帽一伙。而如果有人挟持了贝加庞克呢？他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072话，波尼进入密室的时候，他被赶了出去，并就此从我们视线里失踪。贝加庞克被波尼的能力影响，变成了软弱无力的婴儿，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可以被轻松拿捏。但作为本体，他的权限和能力应该是不受影响的。如果有人抓住了贝加庞克，并以他作为钥匙，就可以策动后续的炽天使作乱。不过这个推论有个硬伤，边界穹顶解除时，贝加庞克并不在控制室，也没有遭到胁迫，而是在被波尼追赶着，至少可以说明边界穹顶解除与本体无关，凶手另有其人。这么一来，贝加庞克本体、6个分身以及五老星等等嫌疑人都有一些证据缺失，无法实锤。虽然目前在实验层上的人不少，但真正可以酝酿这场威胁的人并不多。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这个神秘人其实是一个新角色呢？如果内奸并不存在，那么分身们的一些话就可以作为线索去理解。施加认为研究所内有其他人在搞鬼，毕达哥拉斯觉得是设计出现失误，安迪生认为人的脑回路也会出现问题。炽天使目前还是小孩子，还处于成长阶段，他们身上被强行植入了权限等级，这不是正常人类的意识，更像是一种程序。而既然是程序，就有可能出现 bug 和后门。那么这场失控就有主动和被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炽天使被动失控，他们在这场战斗中接收到了太多矛盾的指令，由于战斗双方的权限一直在不断切换覆盖，炽天使们的立场也在不断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混乱，最后决定将所有人都消灭掉。不过这无法解释边界穹顶为什么会失控，因为当时炽天使并不在实验层，而之前炽天使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异常，所以第二种可能性更高，炽天使主动失控。换句话说，真正的敌人有着比贝加庞克更特殊的权限，能够控制炽天使去达成目的。回想一下，边界穹顶被关闭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影在，我们第一反应都觉得凶手拥有隐形的能力，或者速度非常快。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会不会这个神秘人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实体呢？在上一话的分析里，我们认为炽天使觉醒了自我意识，想要反抗贝加庞克，摆脱人类的控制。那么今天我们再扩大一下范围，会不会是整个胖可瑞克斯觉醒了自己的意识，想要对抗贝加庞克呢？整个弹间岛片一直在展示各种未来科技，而这其中的核心就是贝加庞克的大脑仓库胖可瑞克斯。这是他用脑果实能力将自己的大脑分离出来的服务器，里面储存了海量知识和思想。贝加庞克本体用脑袋上的苹果天线以电波的方式与胖可瑞克斯保持联系，它既是贝加庞克大脑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被其他人访问和更新。贝加庞克的目标就是用它与全世界人类建立联系，共享知识的海洋，相当于我们很熟悉的互联网。但是盛平就提出担心，如果不同的人、不同思想混在里面，可能存在风险。贝加庞克也承认了，只是为了科学进步，他愿意承担这种风险。所以胖可瑞克斯不仅代表着贝加庞克的大脑，某种程度上他也是混合了其他人类的另一个超级大脑。贝加庞克可能赋予了他独立运作的能力，那么他在这过程中会不会逐渐进化出了自己的思想，从而变成了一种威胁呢？类似的桥段我们也可以在一些科幻作品中见到。而贝加庞克这个大脑最有意思的还是他有可能混入了五老星的思想。还记得这一话的辅页内容就是贝加庞克与五老星的会面。和平主义者在设计时将五老星设置为最高权限，但是五老星只和贝加庞克见过一次面，贝加庞克是以什么技术来设置这种权限呢？武田还没有解释这一点，但从战头丸失去意识后，控制权就会消失这点来看，很可能是用了意识之类的事物来判断身份和确认权限。那么如果胖可瑞克斯曾经获得过五老星的意识，他就足以凌驾于贝加庞克的权限之上。而作为一个 AI， 胖可瑞克斯想要消灭贝加庞克的原因，也许还是因为和平主义。贝加庞克研究古代能源的行为，引发了这次 CP0 的行动，并进一步导致了四皇和海军的冲突。如果贝加庞克真的与草帽一伙联手，那么未来这片大海将会更加狂暴。混入了五老星思想的胖可瑞克斯，这样会把问题锁定在贝加庞克身上。从绝对理性的角度来说，将贝加庞克除掉，可以用最低成本平息这场事态。那么如果是 AI 动手，研究所边界穹顶突然失控，就有了合理解释。炽天使为什么能够接收到新的命令，也有了解释。整个实验层都是胖可瑞克斯，同时还给未来的剧情留足了悬念。炽天使们这样的战力，如果最后落入世界政府的控制中，似乎有点可惜。但如果他们摆脱人类的控制，与胖可瑞克斯组成了一个新的势力，在贝加庞克离开这座岛后，还能制造更多故事，
这场离奇的案件分析到现在，悬念已经拉满，接着就看尾田揭晓答案了。本话还有一些情节也挺有意思，比如这次的分组，A栋3层的娜美、布鲁克、爱迪生小组，娜美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宝石，虽然是人工钻石，但娜美尚不挑，回收了之前1065话的伏笔。但是娜美刚进入研究所，就嚷嚷着要去寻找未来的宝物，这下真的美梦成真了。不过她没有立刻拿走钻石，按照尾田的风格，大概率之后也是拿不到了。心疼娜美1秒钟。A栋2层的罗宾、乔巴和阿特拉斯小组展示了神奇的人造器官技术。乔巴是传医，而罗宾最腹黑，经常会讲一些可怕的段子。这两个人都是和医学器官很有缘分。乔巴的三观在这座岛上已经被刷新了很多次，说不定未来医学的技术还能帮他改进蓝波球。B栋2层的山治、圣平和司徒西小组，这组的战斗力非常强悍，也是唯一一组没有被加庞克分身的。但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严禁冲击的武器开发层，从地形上限制了战斗。如果在这里遭遇到了吃天使，估计这3个人的战斗力都无法全部发挥出来。圣平与 S 杀很有可能会来一场父子局。西栋3层的乌索普、弗兰奇、利伊斯和约克小组，亮点还是在利伊斯手中的泡泡枪上，号称能够反弹一切攻击。他的技术应该与上一话和平主义者马克·瑞使用的泡泡盾类似，既可以用来防御，也可以将对手的攻击反弹。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反弹一切攻击，那这个技术相当于巴托洛米奥的上位能力了。身为狙击手的乌索普一定会对这个技术感兴趣，用来改进他现在的弹弓黑兜。如果说未来他的对手是拥有瞬移能力的范奥卡，那么自己的实力也确实需要加强。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75的细节伏笔分析啦。你对单间岛接下来的局势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我是朱尔本，下期见啦。